沈哥，你手机又响了，你等会儿去哪儿啊？你要去哪儿嘛？带我一起嘛。哎呀，烦死了！哎，玄哥，你在干嘛呀？你看你脸干的，我自己带的保湿，我给你抹一下吧。这个特别好。怎么又来短信了？喂，我不刚出来吗？我还有事，我先挂了啊。拜拜。哎，我女朋友就是这么粘人，简直受不了了。在爱情中，到了一个女人如何算是粘人，让男人觉得都受不了了呢？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陈23岁，来自安徽，市场拓展；女嘉宾小新同样23岁，来自辽宁，也是市场拓展。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恋爱多久了？我们俩在一起有1年多了。一直就是那么腻乎他吗？我觉得还好啊，我一直都没觉得我没有黏他特别黏我，他认为黏是一种爱。他打是亲骂是爱，让你一天到晚都打我都骂我吗？我哪舍得那么对你啊？有那么夸张吗？举个我生活上美好的每一天作为一个典范的例子，就是拿一天来说是吧？对，6、7点的时候我就在睡觉吧，他就一阵微信大放送，20-30条就飞过来了啊。打开一看，就是一堆表情。那他老也不回我，我怎么知道他起没起来呀？你以后发红包1条就够了啊！来，接着来啊！美好的一天这么开始了，微信来了。开始了之后，我就寻思吧，还模模糊糊的，我就继续睡。然后他一阵的就是夺命连环 call， 我就6、7点就被叫醒了。你说人他有自己的一些需求吧，我就睡觉，这是我的一种喜爱啊。那你吃饭的时候我也从来没说过你啊。这早上6、7点他怎么回事？主持人，他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他不爱吃早饭，起来又晚，一起来就直接中午饭一起吃了。我合计这时间长了对胃也不好呀，我这不担心你天天早上叫他起来吃饭。那就嫌我烦。他其实也不是让我去吃饭啊，我问他吧，他找我干嘛？他就说让我去陪他上课。我也有自己的课呀，他就不会顾及我的课。你们这个都叫市场拓展，这是说在上学的时候。就是我们是在之前1年前在一个实习公司认识，就是我们是属于边实习然后边上学。他就让我去陪他上课，陪他自习，陪他玩。那我就想时时刻刻看见你，有什么过分的呀？我自己也有课呀，那我课怎么办呢？那老师经常还点我名呢。那你平常也不去上课呀？怎么认识我之后就节节就要上了？就是平时不去上课，所以更要珍惜上课的时间。你就是不想陪我，找这么多借口。然后吧，到了中午，他就要我陪他吃饭，他就让我陪他吃1个点每天。那这吃饭那么快，对胃口不好呀！你整天说这个胃疼胃疼的，我心疼你哪儿不对了呀？我就是一个生活习惯，吃饭能快点。那我陪你稍微吃慢点也行，哪有人吃饭吃1个小时的？我的生命都浪费在这上面了。那吃1个小时，我们不是还说话了吗？也没光吃饭呀。对，一个故事可劲的聊，然后就下午了，他们学校有一个湖，湖里面住满着他所说的美丽的天鹅，他就让我陪他看天鹅，站着看1个点儿啊，坐着看1点儿。然后一下午就过去，经常让我去陪他。不是有天鹅吗？有啊，就是我也不敢说是天鹅，就是一只鹅。他平时都不让。是鹅还是天鹅？鹅，就是他说是天鹅，就每天都要看鹅。也没每天都去啊，哪有那么夸张？我是觉得挺浪漫的，这小风一吹，在那一坐着说会话什么的，挺惬意的呀，哪有什么不好呀？你平时还不让我看女生，让我对着那看2个点鹅，人鹅怎么想啊？那到底是公鹅还是母鹅？你看完之后，好多只啊，但是我估计都认识我啊，那多好啊！你看生活多好啊！就是每天都这样，我也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事情啊。他下午有课就陪他去上课，没课就陪他看天鹅。看完鹅之后又是1个小时的夺命吃饭时间。啊！我说1个小时，你胃总消化了吧？他说就是得消化消化。你吃完饭不得溜达溜达走走吗？就让我陪他去逛操场，逛遍了他们学校，就是2人小手拉大手的，那手套都换了好几次呢，冬天，就是要一直陪他去走。
然后我终于回寝室了，回寝室我就想休息休息啊，跟室友也聊一聊啊什么的。刚回寝室他就一般就能来电话，要不然就是微信。我问了你回没回去啊？那你也不主动问问我到没到宿舍，我问问你还不行了？刚分开呀。哪有刚分开？你回去一趟至少半个小时，都半个小时没给你打电话了呀。到了11、2点，然后寝室室友有的人爱早睡就睡了，他就又来电话了，他说他睡不着。那我说你从小学到现在多少年了，你都睡得着，就跟我在一块之后睡不着了。你多好啊，孩子，你看看。那我就晚上睡觉之前，我想听听他声音嘛，我就给他打个电话。对，他就让我给他讲故事。啊，你一般讲什么故事啊？鹅的故事啊，还有什么小红帽的故事，安徒生写的故事，还有我编的故事。姑娘小时候缺这一课哈，爸爸没给讲，男朋友得讲。没有，他翻来覆去讲来讲去就那几个。哦，你可以把它录下来。现在不是有凯叔讲故事吗？他不满意，我录过。哦，你还录过？真录过，也是真不容易啊！这是生活的一天啊。对，这才是周一到周五的一天。礼拜六、礼拜天他要回家，他回家他要3个小时，他一定让我送他啊。我送他上车3个小时没了，回来3个小时又没了啊。中间这两个又在一块儿，又把过往10几天的事情聊了一篇又一篇的，一天又没了啊。那主持人，我家离学校有点远，这走这一趟3个小时，我自己也没什么意思啊。然后我上车就睡觉嘛，觉得也没意思，我就找他陪我。这之前都是特别高兴陪我，这最近就是觉得陪我也不行了，他自己也有事情要做了。我感觉不能天天陪他吧，每个周六周天都给你安排出去了，就经常会耽误我很多自己的生活。没什么大不了啊，一年365天。你追人家的时候不嫌烦吧？中间还有一些惊喜日啊，他会送我一些礼物。那挺好啊。然后有一次送个日程本，封面还挺漂亮的，然后一打开密密麻麻的，就把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安排一下。是提前安排好的。就是他会说啊，这一周我们要去哪家餐厅吃饭，那下一周我们还有哪些事要做呀，都罗列上去了。那你老说没时间没时间，我提前帮你安排一下，不挺好的吗？你这真是人工大数据啊，很智能啊，姑娘。对，全安排了1年啊。没有，也就几个月。啊，那也不容易啊。曲总啊，这样的好秘书你不招一个吗？啊，太好了这个。然后呢，我说你为什么送我这个礼物？黑压压的一片。他去翻微信公众号。他说：“你看人家公众号怎么写的，就有一些什么男女朋友在一块的60件温情小事，还会发一些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还有男女朋友在一块就得一相厮守，然后还说什么异地恋的痛苦，我们俩也没异地啊。那我不是防患于未然吗？怕异地，然后就得天天黏一块，这哪还有理呢？那我为什么这么黏着你啊？那还不是因为你之前骗过我呀？”主持人他之前就为这些不想陪着我这事儿就骗我啊。有一次我正好赶着下大雪，我就合计这下雪吧，这景也挺好的，找他出来玩玩吧。结果说腿疼，我说那你腿疼我就挺担心的，特着急，我打着车就到他那儿去了，还给他买的膏药，结果活蹦乱跳就下来了。你那是腿疼吗？你根本就没腿疼呀。那天雪特别大。路上都没有几个行人，那你干嘛骗我一个劲儿的要我拉过去？我那已经陪了他好长时间，我寻思着吧，我终于可以躺床上休息会儿，在寝室玩一会儿啊。那你骗我是原则性问题。我如果那么说的话，你能饶过我这一天吗？你自己的感觉是没有空间了，对吧？对。啊，天天腻乎在一起，那你也应该没有朋友和正常的社交。说到朋友。他特别想认识我朋友，但是你要分场合，你说私下里吃饭我带着他就好了，班级聚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带男女朋友，他就一个劲的要过去。那你带我去不挺正常的吗？你这很正常吗？人家一个都没有带。那把我带入你朋友圈多好呀！你有什么尴尬的？大大方方的不就得了吗？你这边不想把我带入你的朋友圈，我主动把我的朋友介绍给你。主持人，有一次就是我有几个闺蜜关系都一直很好，想着我俩都处了1年多了都没见过她，人家主动邀请她，你说你那天怎么表现的吧？那天5个女生在她闺蜜家，她硬要把我拉着过去。人家特意请你，我不带你去吗？如果我处在那多尴尬，你们聊你女生的私事，我能顾及上吗？你就大大方方的，人家说什么就说呗，你这让我很尴尬呀，让我很没面子啊。唉。这恋爱谈的呀，较什么劲呢？后来差点就分手了。有一次下午足球赛，我们好不容易闯进决赛的，我肯定要跟他提前打招呼，老早就做好报告了。然后他当时的时候中午就打个电话，他说他这边有个面试，让我去陪他。然后我说我足球赛完事之后去陪他。后来的时候我足球赛延期了，还有个颁奖仪式，然后我心情还挺开心的，然后我就给他打个电话，他对我冲口大骂。
就说你怎么下午没来陪我？你那天是不是答应我说来接我？我自己在那傻等了好几个小时，然后我又联系不上你，打电话又不接，让我放我鸽子呢。人总要务实吧，我没有时间去陪你。那你不能放我鸽子呀！你答应我就要做到呀。很小的事儿，这事怎你为什么么小呀？你放我鸽子这事儿小吗？听起来这似乎都是在学校发生的事儿。你们现在我看都工作了，对吧？对。现在的这个生活应该不像在学校的时候那么黏了，是不是？现在哪是啊？就工作时候那得好了，空间距离没有了，他更爱黏我了。你们在因为经常在一起，对，在一家公司是同事。哎呀，你们老板得烦死啊！老板找过我都聊2次话了。哪有？他怎么没找我呢？哦，我还有一次工作的时候哈，然后我去约一个客户，我刚出门10几分钟，跟人客户刚聊上。聊没3分钟，一个电话就来了。我不知道你去哪儿，我不得问问呀？我寻思想问问嘛。那我有事儿，以客户为先，那我就给挂了呗。然后他又打一个电话过来，我又给他挂了。后来那客户就不耐烦了，说你赶紧接吧，赶紧接吧。后来领导知道了这个事儿，他就找我聊天，说你怎么总不能因为2个人之间感情把工作室耽误了。那我没觉得耽误呀，那咱俩在一起，同事也知道，这工作氛围挺好的，工作效率反而高啊，这有什么影响呀？你小时候被叫了2次家长，你还能开心吗？这能一样吗？查看了都。这能一样吗？姑娘，你为什么这么不放心这小子啊？这因为上次就是就腿疼骗了你，对，就这个，然后还放我鸽子，放我鸽子那次他跟我提分手，我当时也是特别伤心，肯定没有安全感呀。哦。再说我跟他刚刚在一起的时候，他挺享受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来也没说我粘人啊。这就后来分手又和好之后，他就觉得我粘人。那你跟他在一起烦吗？不烦，我就喜欢跟他在一起。哦，你们还分过手哈？就那次他放我鸽子，然后我生气了，然后他也不来哄我，他也生气了。你跟他分的手？他先提的。后来谁求的复合呢？第2天我们俩就和好了，也没存在说谁求谁吧。上班的时候见着了，就没忍住就笑出来了。你笑出来了？他也笑了，然后我们俩就和好了。看来你还是挺享受的嘛。我寻思是吧，他总应该因为这件事情上能改一改。但是他始终没有改，把我的生活，把我的朋友圈，把我的什么都整乱了，就感觉好像这天下只有他一个人了，我的世界都灰蒙蒙了。继续下去肯定要分手。继续哪样下去？继续像这种黏的一起。我没黏着你啊。你愿不愿意跟他分手啊？我不跟他分手。这辈子黏死他是吧？对。这就没办法了。你看看小牛皮糖缠上了，老师们你们怎么办呢？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姑娘，他好在哪儿啊？你坚决不跟他分手？我觉得他这个人，首先人品很好，然后又很踏实，平时还是挺照顾我的。女孩，你觉得你自己有魅力吗？我觉得还好吧。如果 A、B、C、D 4个档，你认为自己属于哪一个档 ？A 是最棒，女神级别的。我谦虚点说 B 吧。B 档级别的女生，她们很自信，她们很独立，可你不是。一个女人去黏着一个男人，是因为她认为，如果自己一旦1天1分钟不看着他，对方就会跑掉。为什么对方会跑掉？因为我不足够有吸引力。老师，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会跑掉这个问题，我只是觉得我跟他在一起特别开心，所以我就想时时刻刻跟他在一起。所有的爱情当中，人的开心是2个人共同感觉到开心才是开心。爱情当中最怕一个人坚定地认为自己所作所为通通是爱对方，他没有认为自己在伤害对方。所以我觉得对于女孩来讲，如果你自己认为你自己的魅力不够那么多的话，你就会对你的爱人会咄咄相逼。爱情不是说你自己真的1天不跟对方在一起，你就会失去他。爱情是需要有空间的。同样对于男孩来讲，你活该啊，你自己愿意啊，你自己不把你的时间当时间，不把你的生活当生活。谈恋爱不是说所有的别人想要我做的事情，我的全部奉上。所以你们2个今天最应该做的事情是好好去规划一下你们未来应该怎么办。在职场有职场的界限，在生活当中有彼此自己的空间。如果不能分清职场界限和生活当中的彼此空间的话，那这个爱谈的就有点糊涂了，最后真的就变成了藤缠树，树被藤缠。谢谢老师。女孩非常爱你的男朋友，对吧？你觉得他是你的生活的全部？算是吧。那你能够就承受一点吗？你的男朋友没有你爱他那么爱你，这个你能接受吗？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接受不了，我觉得这些都是双方的，而且我认为他对我肯定是有感情的。
我可没有说他对你没感情，我也没有说他不爱你。只不过是他没有你爱他那么爱你，这个你能不能接受？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就想，我有强烈的感觉，他绝不像你这么爱他那样爱着你。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你觉得跟他在一起做什么事情都是最好的，只要跟他在一起。而他不是啊，他有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朋友，还有自己的事情去做，这就是现实。你能接受吗？接受不了。你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非常开心，对。但是他因为你占据了他所有时间，他会不开心，你能感受到，对吗？即使他在陪着你看鹅，他也是身在这儿心不在这儿，他没有你那种跟他一起看鹅的时候那种舒服享受，他是在应付。你是试图用你的时间占据他所有的空间，然后来得到的。但是不好意思，这个男孩他是希望有一定的自己的空间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贵。所以，我给你个建议，如果你还想和他在一起的话，我告诉你怎么束缚他，用自由束缚他。你这么爱他，他也爱着你。如果你再给他想要的所谓的自由或者是空间的话，你们俩在一起会非常的好。反之，一定会慢慢就走向分手，一定会的。当他去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也反感，对吗？如果他比你更黏，天天跟你黏在一块儿，跟你梳头发，跟你刷眼睫毛，你也受不了。所以当我们发现在爱情生活当中有一个人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对方的时候，这个人往往最后的结果是被抛弃，因为他已经没有吸引力了。你没有抱负，没有追求，你还有什么吸引力呢？爱一个人不是不可以黏一个人，但黏他是为了什么？黏他是为了照顾他，不是为了黏他而黏他，像块狗皮膏药一样。但是爱一个人也不应该黏得太紧，应该给他
年轻人都有误区，我们年轻时候也这么想。既然是有爱情，两个人又在一起了，那不就是一个人吗？回过头去一看，当一个人失去了独立的人格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甚至在我看来，他可能都不配恋爱。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这1分钟对你们来说，或许是一个重大的人生转折。一起进入黄金60秒。亲爱的，我在你眼里真的有那么粘人吗？我现在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我不知道我自己在你心里还到底是不是以前那个分量。其实我一直都希望我们能够更理智的对待生活，因为你已经耽误到了我的生活，影响到了我的朋友等等。那我还是喜欢跟你在一起的。那如果觉得这样不好的话，那我以后改一改行吗？真的可以改吗？那我都说改了还不行吗？亮灯吧。实话实说啊，真改不了。能瘦就出来，不能瘦就回去吧。谢谢2位，请回。来，请关门。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尤其是这个男生的选择。这女生肯定改不了，因为他们俩是互动的，这男生就挺享受的，他喜欢就没办法，所以请记住那句话，两个人都喜欢，那就是你们俩之间的经典模式。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谢谢。回去吧，带着妹妹啊。接下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我希望我们都能改正，都能互相改正，同时它也可以成为一段最美好的回忆。谢谢老师，谢谢大家。